暴风雪来了，但今天是我最后的拍摄机会。今天呢，我要前往北海道一个最北端的城市，叫做稚内市。那我总共要去那边去3天，去那边拍北海狮。这趟旅程呢，对我来说其实也还蛮重要的。我会把我拍到的这个素材呢，剪成一个短影音，当做我一个自己的作品。现在稚内刚好呢有暴风雪来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也收到航空公司给我的这个讯息，今天的飞机呢还不确定可不能够真的出发。其实2天前刚好感冒，所以我有点担心，就是自己能不能够在这种天气下潜水。不过能够做的就是呢，走一步算一步，那就出发，希望一切顺利。现在到了机场附近的停车场，那我准备把我的车停在这边，然后搭计程车前往机场。刚刚完成缺根营，然后我行李的重量是52公斤。缺根营完了之后呢，就已经很热很累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去登机。一片白雪的感觉。現在稚内空港周辺、雲の影響で視程が悪化しておりまして、安全のため進入ができない設置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もうしばらく着陸ま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我现在刚到室内，你可以看到周围都是雪，然后现在看这个温度呢，-6度。-6度，然后体感温度是-20度，虽然有点冷，但是挺 exciting 的。那我个人是很喜欢北海道。那现在我拿到车，然后要准备前往旅馆。稚内市人口约3万人左右，是日本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城市。每到冬天，寒流带来大量营养盐，鱼群在这里聚集。来自俄罗斯远东一带的北海狮会来到这里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段为了食物的迁徙，而对我来说，是为了一直想拍到的画面。好，现在呢，终于把我的行李运到旅馆。那明天早上去日本的最北端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岩石，聚集很多的海狮。刚刚看了一下天气，明天的风应该会比今天稍微再小一点点，很兴奋的感觉。那很希望明天可以拍到好的画面。哇，你看这个天气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下去潜水。来的时候看的天气呢，大概是-5度左右。但是因为最近呢有这个风雪来袭，所以说天气变到-8度。终于要出发了，这一刻我等了好久好久。海浪非常的大，海风夹着冰雪打在脸上，但我却异常的兴奋，因为今天真的要开始了。从船上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们就在那里。跳进水的瞬间，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。只是透明度比我想象中的低很多很多，水非常的浑浊，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只能些许的看到他们的样子，从我前面经过，从很远的地方。这时，突然意外发生了。
刚刚呢潜完第一潜，水温大概是2度，感觉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冷啊，所以还 OK。在潜水的一半的时候，就发现好像我的防水箱灯它变成红色的。现在把防水箱打开来检查，那发现里面有一点水，那器材是最重要了，所以说我们就结束。那现在呢，我停在附近的便利商店，买一杯咖啡，咖啡喝完以后呢，等一下回去检查一下，看相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哦，舒服。好，现在我回到旅馆，感觉脚跟身体都没什么力气了。海狮呢非常可爱，就像狗狗一样。然后我的导游今天呢，他被那个海狮咬到，但是虽然没有受伤，可是他的干衣就是被咬破，所以说要立刻起来，然后换衣服这样。那我现在打算去洗一下这个温泉。我觉得应该潜水完去泡这个温泉，应该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。泡完温泉回到房间，我开始检查今天的素材。水下的画面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浑浊，透明度很低，很多画面都没有了细节。虽然确实拍到了海狮，但是那种感觉依然还不够。虽然我知道自然从来就不会配合拍摄，这趟拍摄只剩下2天，我只希望接下来的海况能够好转。嗨，大家早安。今天呢，就像刚刚看到一样，外面下着雪，然后风很大，不知道今天的海里面的透明度会是怎么样。器材都准备好了，所以说出发。才一出发，就感觉到风非常的猛烈，手机跳出通知5项天气的警告。到了港口后，潜水向导便向我走来，然后说今天是不可能出海的。那一瞬间，我不知道能说什么，只能接受。我看着远方的变天岛，那里就是他们的世界，而我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。我心里想，如果还是没办法出发呢？今天呢比较不一样，终于哦，有人在慢跑，今天终于呢天气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呢风也比较小，你可以看到，还有一点太阳。所以希望呢，今天可以拍到一些他们整群这种清楚的画面。那想说今天看可不可以潜到3次。那在这个环境下潜到3次，可能对体力也有一点负荷，所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。现在等下一次的潜水，终于天气好了，看这个风平浪静的感觉，很舒服了。终于可以出海了，天气比2天前稳定许多。船刚靠近沿岸，就看到成群的北海狮占据着变天岛，它们的叫声在海面上回荡。我知道，就是今天了。入水没多久后，海狮就从4面8方游过来。那不是攻击，那是他们对人类的好奇。这一刻，我既兴奋又感动，同时也有点害怕，因为这些北海狮，每一只都比我还大。海水十分冰冷，但它们速度很快。我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专注在我的呼吸，专注在构图。我告诉自己，尽可能拍摄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动作、不同的运镜，因为这样的机会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了。总之 ，yes， 今天终于，透明度也不错，透明度有大概7或8，然后很多那个
那个我都讲话不清楚了，很多海狮然后被咬了很多次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能够短暂地走进他们的世界。我意识到他们的栖息地其实和人类并没有完全的分开，我们共享同一片海洋，同一片天空。不只是北海狮，其他物种也是。只要我们能稍微停下来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的更多彩多姿。